新房装修，在家具的选择上，尺寸并不是越大越好。比如方形大茶几、L 型转角大沙发、2米以上的卧室床等等，它们既不好用又占地方，而且价格也贵。但是不可否认，有些家居用品以及家用电器却是越大越好用。比如我下面要分享的这8个东西，建议你买大不买小。1. 电视的尺寸要大。虽说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的冲击下，电视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但有一说一，电视依然是家庭装修中的刚需电器。如果客厅背景墙不挂个电视，总觉得少点什么。所以我的原则是，电视可以不买贵的，但尺寸一定要买大的。一方面是因为大屏幕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以及画面的沉浸感都是小屏幕无法体验到的，另一方面即使不看，挂在墙上也显气派。所以说千万别去相信什么按照户型选尺寸，那就是伪命题。记住，预算范围内能买85寸的就不选75寸的，户型再小也不要低于65寸。2. 瓷砖的规格要大。家里装修，瓷砖一定要有，用过的人都知道，不管是地面瓷砖还是墙面瓷砖，尺寸规格越大，意味着缝隙越少，铺贴完的效果越大气。所以就地砖来说，除非你家是小于100平的户型，不然尽量选大尺寸，比如750乘以1500这个规格，目前也是公认最上档次、最出效果、最好看的比例。当然预算吃紧，退一步选择800乘以800规格的通铺，人工费和价格都会省很多。最不推荐的是600乘以1200规格的，价格贵不说，铺贴完还显小气。在我看来，这个尺寸更适合铺贴在厨房和卫生间的墙面，高度2.4米，顺着贴刚好2片砖，不仅显高，而且缝隙少，卫生好打理，也显大气。3. 油烟机的性能要大。买厨房油烟机，不是牌子越大，价格越贵越好。其实衡量一台油烟机好坏，主要就看吸力、风压和油脂分离度这3个性能参数。原则上来说，建议选大不选小。比如吸力越大，意味着排油烟的性能越强，所以排风量一定要大，建议至少要选择18立方米每分钟以上，即使爆炒也毫无压力。风压越大，代表着排烟动力越足，特别是高层住宅，建议至少选择400帕以上，才能避免油烟倒灌。此外，油脂分离度越高，后期清洗烟机越省心，使用寿命越长，建议选择92%以上的。满足以上这3个条件，即使1-2千元的机器一样好用。4. 冰箱的容量要大。冰箱的容量真的要选大的，特别是经历过疫情的特殊时期，日常囤粮囤菜成为了家常便饭。很多选择小容量冰箱的家庭，因为食材放不下，只能被迫再去购置一台冰柜。所以有过惨痛经历之后才发现，大容量的冰箱才更实用。像我家目前就是一台450升的大容量冰箱，囤货能力简直没话说，塞满之后够一家人吃上1个月的。很多人担心食物在冰箱存放太久会不新鲜，其实现在冰箱的制冷技术一直在提升，好的冰箱在锁水、保鲜方面完全没问题。比如目前的双制冷循环的10字门或法式多门冰箱，不仅容量大，而且还有分区储存空间，在除菌净味方面也技术先进。5. 水槽的尺寸要大。对于厨房洗菜盆的选择上，是装单盆好用还是双盆实用，一直争议不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不管是单槽也好，还是双槽也罢，只有能放下炒菜锅的才实用。所以说，如果你家是小厨房，台面空间有限，建议首选75厘米以上长度的大单槽，刷洗大一点的锅碗瓢盆也没问题。如果不受台面空间限制，可以选择90厘米以上长度的双槽，单边尺寸45公分以上也能摆下锅具，另一边用来沥水洗菜，更干净卫生。另外，水槽建议安装台下盆，比台上盆好打理卫生，比台中盆更美观，再搭配个抽拉龙头，方便后期清理水槽卫生。6. 柜子的收纳空间要大。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日子过久了，东西会越来越多，如果收纳储物柜不够用，家里的杂物就会到处堆放，不仅显乱，还不够整洁。所以不如装修前就把家里的柜子做大一些，这样收纳的空间也就越多。比如说入户的鞋柜、餐厅的餐边柜、厨房的橱柜、卫生间的浴室柜、卧室的衣柜等，能做通顶就不留空，多加几组抽屉，收纳也更方便。另外，建议首选定制，不买成品。定制可以根据空间尺寸合理规划，布局更灵活，收纳空间也更充分。比如说鞋柜可以设计活动层板，摆放不同季节的鞋子，可以随时调节高度。衣柜内部空间也可以设计多座挂衣区，比叠放区更实用。7. 空调的匹数要大。要知道，空调的匹数越大，制冷的效果越好，升温降温的速度也越快。所以
千万不要为了省几百块钱去选择小匹数的空调，特别是面积比较大的房间，装个小匹数的空调，那就相当于小马拉大车，不仅起不到制冷降温的效果，而且还很费电。所以，不管你是装壁挂空调还是柜机，都建议你根据房间面积选择买大半匹或一匹更为合适，后期使用起来也比较舒心。当然，如果空调使用频率高，想省电建议首选变频1级能效，如果不经常使用，想省钱可以选择定频空调。8. 洗碗机的套数要大。家用洗碗机虽说不像洗衣机那么普及，但却是可以提升生活品质的电器。对于有需求的家庭，我的建议是套数选择上买大不买小。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家里人口少，买个6套或8套的基本也就够用了。但是你别忘了，一顿饭下来可不单单只有餐具和碗碟要洗，还要有锅具和炒菜勺要洗。洗碗机的套数太小，意味着容量就小，大一点的锅具还要手洗，根本不能彻底解放双手。如果要装，就买13套以上的大容量，一次性把锅碗瓢盆都能扔进去，才更省心省力。如果担心餐具少的时候耗时常费水费电，可以选择带分层洗和快洗功能的。此外，选择有存储杀菌功能的洗碗机更实用，省去单独再装消毒柜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中的家电产品也是越来越丰富。有些好的产品确实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而有些家电我们自身并没有体验过，可能会被产品过度的宣传所误导，花了很贵的钱买到家里，用过才知道并没有到达预期的效果，完全就是鸡肋产品。其中这4个电器产品呢，表面看都有一定的功能和核心卖点，但等你真正使用上，可能就会发现体验感根本不好。如果你正在考虑购买的话，建议你能耐心看完，或许会帮助你省下一笔智商税。水槽式洗碗机。洗碗机在家庭生活中已经非常普遍了，甚至很多年轻人结婚装修新房，洗碗机被列为厨房必备电器之一。不得不说，洗碗机确实可以提高现代人生活的幸福指数，从此告别亲身洗碗筷的烦恼，彻底解放双手。有了它，爱人之间的吵架次数都减少了。但真的不是所有的洗碗机都很好用，例如水槽式洗碗机我就不是很推荐。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水槽式洗碗机，多数是看中它不占橱柜空间，外形简洁美观，而且是上翻盖设计，洗碗洗菜不用弯腰，拿取也更加方便。但是水槽式洗碗机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第一就是容量较小，一般只有6到8套，只能洗碗筷，大一点的锅具根本放不下，最后还得手洗，就失去了彻底解放双手的初衷。第二，水槽和洗碗机是一体式的，占用了一个水槽位置，安装时台面开孔较大，而水槽式洗碗机重量大，运行时会频繁震动，对台面承重要求很高，时间久了会有掉落的风险。第三，就是维修成本高，万一哪天洗碗机坏了，就需要拆卸水管不说，连水槽都用不了了。小东建议，水槽式洗碗机缺点很多，价格却不便宜，市场上6套、8套容量的也要卖到5000左右，你倒不如一步到位买个12或13套嵌入式的洗碗机，才多花个1-2千块，洗涤效果和容量都比水槽式的好太多。壁挂式洗衣机，壁挂式洗衣机的主打卖点就是精洗杀菌功能，大多数人选择壁挂式洗衣机都是家里的孩子买的，为了分开洗更卫生干净。不过实话实说，壁挂式洗衣机虽然能够避免衣物混洗，但自身的缺点也蛮多的。首先就是安装，壁挂式洗衣机要求安装在承重墙上，不然墙面会裂开，还有掉落的风险，后期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第二，我们都知道精洗是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目前壁挂式洗衣的容量只有3000克左右，难道你指望那么小的机器能有什么好的杀菌效果？其实现在好一点的洗衣机肯定要比壁挂式的杀菌效果好太多。其次，壁挂式洗衣机因为空间小夹缝小，排污结构紧凑，反而内部更容易脏，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壁挂式洗衣机价格基本是2000起步，比普通的洗衣机还要贵，性价比实在不高。小东建议，如果你真是个懒人，想用来洗内衣和袜子，不如就买个小型的落地式洗衣机，才几百块钱，用坏了直接扔掉换新的也不心疼。假如你是给家里的宝宝买，还不如买个波轮洗衣机更实际。洗烘一体机洗衣机是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电器之一，对于很多居住在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赶上梅雨季节天气，洗完的衣物可能晾晒10天半个月都无法彻底干透，对于这个问题很是头疼。那么在选择洗衣机时，更需要的是烘干功能。那市面上有独立干衣机和洗烘一体机，
可能多数人会选择洗烘一体机。大家可能会认为，与其花一台机器的价格实现2台机器的功能，还节省空间不占地方，洗烘一次性完成，还免去倒腾的烦恼，无疑是最佳选择。其实洗烘一体机看似功能很完善，但缺点也同样明显。比如说，你日常烘干功能使用率很高，那么日积月累消耗的水电费完全可以负荷一台烘干机了。原因有3点：第一，一般家庭平时总要洗烘一些床单、被褥等大件的需求，而洗烘一体机通常烘干容量占到洗涤容量的2/3，也就是说，你洗完一桶还得拿出一部分衣物分批烘干，反而增加了烘干时间，变得很鸡肋。第二，烘干效果也不如独立式的干衣机。咱们都知道，市场上主流的干衣机大多采用的是热泵式烘干方式，在低温控制和衣物呵护和节能高效方面肯定更胜一筹。而洗烘机目前还是传统的冷凝式，原理就相当于电吹风，烘干效果不均匀，而且烘干温度较高，耗电量高不说，还对衣物的损伤比较大。第三，也是购买过洗烘一体机用户诟病最多的一个，就是绒毛残留问题。目前洗烘一体机不少都不带绒毛收集器的，这就造成衣物绒毛进入烘道，除了会影响洗衣机的使用寿命外，也很容易积聚细菌，导致衣物2次污染。小东建议，如果家里实在空间不足，预算也一般的话，可以考虑洗烘一体机，但需要注意机器是否具备自洁功能，其次必须是可定期拆洗清理的。如果条件允许，更建议选择独立式的热泵干衣机，性价比更高。消毒柜市面上有独立式和嵌入式2种，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其实消毒柜没什么特别复杂的高深技术，只要能满足消毒杀菌、清洁干燥功能就足够了。那些带花里胡哨的附加功能的，你可能永远都用不上。其次，消毒柜其实是家庭电器中闲置率最高的，一年到头可能也用不了几次，大部分家庭买回来也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碗柜罢了。因为平常家里就那么几口人吃饭，又不是在餐馆人多口杂的，需要每天消毒杀菌，性价比实在不高。小东建议，有条件的不如直接买个带消毒功能的洗碗机，消毒杀菌，存储碗筷，还能解放双手，岂不是一举3得？要说装修中坑多水深，全屋定制说第2，没人敢说第1。用料不透明，价格不透明，利润更是高的惊人。成本100-200的板材，商家敢卖你1-2千，而且还喜欢偷工减料、玩猫腻，各种增项加钱，加到你怀疑人生。比如全屋定制那些19800、29800的低价套餐，很多人动了心，早就交了定金，结果等你真正量尺下单设计的时候，才发现这地方要加钱，那地方也要加钱，最后原本29800的套餐算下来却要6-7万，你不想定了，不好意思，定金不退。其实所谓的低价套餐都是全屋定制引流的手段，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揭秘全屋定制加钱最多的9个地方，提前了解清楚套路，后期就不会再花那么多冤枉钱了。1. 花色，板材花色是全屋定制套路最深、增项最多的地方。市场上的全屋定制品牌之所以会打出19800的低价套餐，就是因为它包含柜体、柜门的花色就那么2-3个，而且一般都是你看不上的老款花色，就是让你自己都觉得花色太丑，后期做出的柜子一定不好看。那如果想换花色，那不好意思，都升级加钱。告诉你，加钱选29800的套餐，会升级8到10款花色。如果你看不上的话，还会有更贵的套餐价格等着你。所以在交定金前，一定要问清楚套餐内包含几款花色，你喜欢的花色在不在内，再决定是否交钱。2. 背板，背板是柜子里最单薄的地方，也是一个容易被偷工减料的重灾区。大家都知道，正规的背板要做到9毫米以上才能维持柜子的稳定性，但是据我所知，很多商家默认只做到5毫米，甚至是一些所谓的大品牌。所以咱们在签合同交定金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背板的厚度是多少，加厚需要加钱吗？加多少钱？别小看黑心的商家，仅这一项多赚你个大几千也是没跑的。3. 五金，全屋定制的五金件直接影响着柜子的使用寿命，但这个也是加价最多的地方。一般商家报价的时候会包含一些基础的五金，比如说铰链和拉手，但通常不会告诉你品牌和型号。等你后期发现质量和款式都不满意的时候，销售才会和你说，需要升级款式的话是需要加钱的，而且不排除有些不良商家连铰链的阻尼器都要单独加价。另外，像定制橱柜需要用到的拉篮、碗篮，定制衣柜用到的库架、百宝盒等，这些功能五金件一般也是要额外收费的，所以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如何收费的。
如果发现跟自己的预算差距很大，或者价格收费太高的话，建议你可以选择单独采购。4. 抽屉全屋定制，除了铰链和拉手外，抽屉通常也都是不包的。咱们都知道，抽屉是柜类里用量比较多的五金，像鞋柜、餐边柜、橱柜、衣柜等都会用到抽屉。有的商家会在套餐里送那么1-2个给你，其他再需要的话就需要加钱了。一般普通的3节轨抽屉通常也要卖你200-300块一个，如果是百龙品牌的托底抽，要你个700-800块都是正常的。最后你会发现套餐之外，光是抽屉钱就要轻松加个5-6千，所以这块也要提前问清楚，价格太贵的话可以选择网购，避免后期花冤枉钱。5. 拉直器这一项商家惯用的套路是什么？就是设计师给你出设计效果图的时候是做到一门到顶的，通常会告诉你一门到顶颜值高，效果好看，但是你的方案里面是不包含一门到顶的。如果你要换方案的话，就要把门板做高，这个时候套路就来了。咱们都知道，门板为了增加它的稳定性，一般超过 1.6 米都需要加拉直器，防止门板高度过高产生的变形问题。像这个门板拉直器，市场价的话80到200块钱一个都属于正常的，所以这个也要提前问清楚，柜门加高包不包含拉直器，别等到下单的时候再让你加，多让你掏个2-3千，就问你肉不肉疼。我的建议是，如果加钱太多，完全可以放弃一门到顶的方案，除了美观性差一些外，其实并不会影响你的使用。另外，如果你选的是进口板材，比如大家熟知的艾格板、克诺斯邦板等，这些颗粒板的柜门工艺比较稳定，一般做一门到顶 2.7 米高都是不需要加拉直器的。如果让你加，建议你直接 pass 选下一家。6. 见光板，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见光板，其实就是柜子暴露在视线范围内的侧封板和底板。全屋定制套餐里包含的门板和柜子花色有限，大多数人为了节省预算，被迫用了不同材质的柜门和柜体，甚至还是不一样的颜色。那这时候为了增加柜子的美观性，就需要单独加一块和柜门相近颜色的侧封板和底板，所以这个也要问清楚，如果需要单独收费的话，是按照柜体的价格走，还是柜门的价格走。7. 顶封板，顶封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收口条，大家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房子都可以安装一门到顶的，如果施工不到位，比如说棚面不平、地面不平都是不可以的。但为了让柜子尽可能的做到严丝合缝，不影响美观的话，一般柜子的上方都会加一块顶封板，说白了就是收口条，就是为了遮丑用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定制的套餐是按照投影面积收费的，那通常这个顶封板是包含在内的。如果再单独收费的话，那就是在重复收费坑你钱。8. 灯带，咱们在全屋定制展厅看样柜的时候，会被一些高颜值的开放式酒柜或者是玻璃门衣柜所吸引。这类柜子之所以好看，是因为都加了氛围灯光。很多业主在送货安装的时候才发现，怎么和店面看到的不一样。这个时候，销售和设计师才会告诉你，你家的柜子里是不包含灯光的，然后灯带需要额外加钱。那最后你也没办法，只能默默掏钱。一般加这个灯带的话，收费也不低，通常1米价格就要100-200，然后配套的控制器收你个150到180块钱一个也是正常的。9. 非标定制柜，你可能不知道，所有全屋定制推出的套餐内的柜子，高度和深度一般都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厨房吊柜的高度，橱柜的吊柜高度一般在650到720。那么，如果你要做到顶的话，也是要加钱的。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商家不提前和你说，非等到你要下单的时候才来告诉你？因为他要签单，收你定金啊，他也怕整体的报价太高了，把你吓跑了。能不能明白？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就是目前全屋定制的套餐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投影面积计算收费的。一般商家为了增加利润，通常设计师方案里很多柜子都是没有门的。如果你发现这个柜子门板少，可以要求商家单独按照展开面积计算，搞不好又可以让你省一笔钱。不管是炎热的夏日还是寒冷的冬天，如果没有空调为房间提供适宜的温度，那生活质量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空调现如今也已经成为家庭生活中的刚需家电了。说到家用空调，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有中央空调、风管机、柜机、壁挂机等。那其中，家用中央空调一直是高品质的代表，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一阵抢购风潮，甚至成为了很多高档住宅的标配。家用中央空调又称多联机，与传统的分体式空调相比，它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就是颜值高，不可否认。多数安装中央空调的家庭选择中央空调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具备很好的装饰性，且颜值颇高。
不同于分体空调，插座、电源线、管线，包括室内机，全部裸露在外的安装方式。中央空调的室内机和管线，由于是隐藏在吊顶之中的，所以外观上看只有出风口和回风管，装饰效果看上去既整洁又美观，还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其次，舒适性不错，用过分体空调的都知道，不管是壁挂式还是柜机空调，都有送风直吹人的缺点，而且室内温度温差大，恒温不稳定的毛病。而中央空调的送风口都在棚顶之上，因此送风的过程也就是从上往下，不会直接吹到人身上，所以风感也让人感觉更加柔和舒适。另外，中央空调内机是在吊顶中运行，吊顶会隔绝一定的噪音，体验感也更佳。在我看来，这2点优势也是它受市场青睐的重要原因。另外，品质档次高，这一点就不做过多解释了。事实上，很多大宅和别墅的住户选择安装中央空调，基本上也代表了家里的装修也必然是高品质的。所以说，家用中央空调也被打上了高档的标签。小结，通过上述3点，大家也不难看出，家用中央空调不仅档次高，又节省空间，而且还有很高的舒适性，可以说诸多的优点集于一身。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越来越少人在家装中选择中央空调了，甚至有些安装中央空调的家庭，用过几年也都后悔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导致家用中央空调从曾经的万人追捧到日渐被冷落。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家用中央空调跌下神坛的几点原因，不妨一起看看我分析的对不对。第一点，价格贵。家用中央空调高昂的售价让很多普通家庭望而却步。我们不妨来做个对比。目前市场上的挂机空调一台价格在2000上下，柜机空调品牌机也不过4-5千元左右。如果是普通的3居或4居室，总体价格在1万到1万5之间。但如果选择中央空调，同样的居室和面积，即便选择国产机，普通也在3-4万左右。如果是进口品牌，价格更高，总体造价是普通空调的3至4倍，甚至更高。两者相比，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这些年大家挣钱都不易，自然很多家庭就放弃了中央空调。第二点，安装难度高。家用中央空调10分讲究，3分产品，7分安装。如果安装不到位，也很难把它的优势和性能发挥到最佳。与分体式空调不同，中央空调安装前要提前规划好每一台室内机的位置，包括管线的走向、空调的孔洞大小、位置等，还涉及到出风口、回风口以及检修口。安装的复杂性以及难度可想而知，稍有偏差，可能都会影响到日后使用。第三点，维修麻烦。从中央空调的安装难度也可以看出，如果后期出现问题，维修起来太麻烦。首先，中央空调毕竟也是台机器，谁也不敢保证后期不出现一点问题。比如说，如果前期的调试和安装工作没有做好，后期使用中发现有漏水或渗水的情况，那不仅维修代价高，成本也高。因为中央空调是安装在吊顶内，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把安装好的吊顶破坏掉，再建插漏电或者重新布置管线。除此之外，中央空调都是以一拖 N 的设计，也就是说一台主机控制多个室内机，这就导致了外机一旦出现了故障，家里所有的空调都会影响使用。第四点，使用成本高。家用中央空调的使用成本涉及到2个方面，一方面是日常的耗电量，一方面是后期的清洁养护。要知道，家用中央空调普通都是大功率，虽然能带来送风面积大、范围广以及制冷效率快等优势，但同时它的耗电量自然也不低。如果使用普通空调，你家每月的电费在200-300左右的话，假如换成中央空调，那么每月花费500-600元还算比较节省，两者相差成本巨大。另外，中央空调也需要定期做维护清洁，如果是普通空调，只需要定期清洁过滤网即可，咱们自己就可以动手完成。但中央空调就必须要请专业人员做清洁养护，这也无形中增加不少的费用。第5点，空间显压抑。家用中央空调虽说装饰性美观、颜值高，但对于小户型住宅并不友好。咱们都知道，中央空调的安装需要隐藏在吊顶上，虽然中央空调室内机体积更小，但至少也要下挂吊顶30公分，这也导致安装完成后会压缩房子的整体高度。现在普通住宅的层高一般在2.7米，如果安装中央空调，层高只剩下2.4米左右，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房子里边，势必会有一种空间的压抑感。结语，综上所述，家用中央空调的这些缺点注定成为了它跌下神坛、日渐被冷落的主要原因。像近些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有了前车之鉴，
都在2次装修的时候改用了传统的分体空调，这一点在小东看来也很好理解。虽说传统的壁挂机看上去不怎么高大上，但它更适合绝大多数家庭使用，和中央空调相比，优势更加明显，价格实惠，使用省心，维修维护方便。更关键的是，目前的壁挂空调普遍搭载的都是变频技术，使用舒适度上也并不差，完全可以满足家庭的生活需求。所以说，除非你对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追求，而且也有能力去负担高昂的费用，那么可以毫无犹豫地选择中央空调。如果你认为空调只是咱们生活中的刚需电器，那么实惠好用的普通空调一定是不二选择。这篇文章建议买了沙发的朋友们不要看，我怕你看完之后会扎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装修新房时，往往没有太多经验，在选择家具上也是主要看颜值和价钱，本着好看就行、便宜就行的前提下买东西，基本就会忽略这些东西的基本作用。就比如沙发，沙发是一个家的门面担当，也是客厅的灵魂，它既要体现主人的品味与档次，又要满足生活的舒适与便利。这一期根据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总结了沙发的7步选，希望帮助大家避坑，不是瞎说，都是经验教训。1. 扶手太窄的沙发不要选，低于13厘米以下。精致的造型，简约的线条感，特别是小户型比较适合窄扶手沙发，更节约空间。但是好看归好看，舒适体验感却不佳。扶手太窄真的不舒服，手和胳膊不好搭在上面不说，还不能靠也不能枕着休息，舒适性大打折扣。网友反馈，网友艾特天天向上，当初为了节约空间，选了扶手窄的沙发，用了之后真的不舒服，不能搭手还不能枕，好郁闷。小东建议选择扶手宽度在20厘米左右的比较舒适，而且还不占用空间。2. 低靠背的沙发不要选，低靠背沙发看起来简约时尚，而且摆在客厅也很出效果，很受当下年轻人喜爱。但是我们选沙发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还要有足够的舒适度。那这种低靠背沙发后期使用时候其实很不舒服。试想一下，工作一天回到家，换好衣服，基本上都会靠在沙发里刷一会，手机缓缓发。可是低靠背沙发因为高度不够，后背没有有效的支撑，我们的肩、颈、头部都是悬空的，坐上一会就会非常累。网友反馈，网友艾特李某某，踩雷了，当初看着很大气，结果中看不中用，没有靠背坐着腰不舒服，心塞啊。小东建议靠背高度选大于等于550毫米最为舒适。3. 坐宽太深或太浅的沙发不要选，坐宽深度不低于55厘米，不高于75厘米。坐深宽的沙发，视觉大气，半躺舒服，确实对年轻人诱惑不小，但坐宽太深的沙发对小户型特别不友好，高于75厘米，非常占空间。再有就是家里来客人的情况下，坐前面点靠不了背，时间长点特别累，坐后面点腿又挨不了地，不舒服还尴尬。网友反馈，网友艾特酷靠太太，对于我来说几乎不坐主人家的沙发，因为现在的沙发对客人并不友好，你总不能跑别人家里躺着吧。但是这种坐深大靠背高的10分钟我就腰疼了，这种只适合自己躺。然后我们来讲讲坐宽浅的沙发低于50厘米，首先腿部悬空不舒服，另外坐久了会非常累，躺在上面还翻不了身。网友反馈，网友艾特小可爱爱家，第一次买沙发没关注什么坐深问题，就看颜值，买到手之后才知道不能买太浅坐深的，我比较喜欢躺在沙发上，真的搞不好一翻身就在地上了。小东建议坐宽深度在65至75厘米最为舒适。4. 坐垫太硬或太软的沙发不要选，之所以不推荐，是因为这2类沙发都有天然的缺陷，纯框架、薄海绵，没有太多海绵填充物，回弹差，这样的沙发坐着非常硬，特别不舒服。还有一些特殊造型的沙发，为了造型不便，所以做得非常硬，这样的沙发也不要选，坐久了硌屁股也是很不舒服。网友反馈，网友 S7 真的是糟心，颜值我还是满意的，就是坐感太不舒服了，坐10分钟以上我就想离开。5. 多功能沙发不要选，多功能沙发可坐可躺，还有充电、按摩甚至储物的功能。总之，各种五花八门的功能增加卖点，吸引你的眼球。当然，出发点是好的，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但是很多功能其实都不常用，还额外增加了造价，并且功能越多，后期出现维修问题的概率就大很多，很坑，妥妥浪费钱。网友反馈，网友艾特星星，我家电机也坏了，插电就跳闸，修了好几次，真郁闷。网友艾特罗罗，这种沙发下面离地面很低，扫地机器人进不去，没办法打扫，而且好多功能也不经常使用，还比正常沙发贵，不值。
小东建议，沙发满足最基本的舒适、实用、高档就非常好了。要是想放松，再入个单独的按摩椅，那多香。6. 异形沙发不要选，很多人被各种异形的沙发吸引，觉得有特点、有风格，还特别艺术，并且很有设计感。但这种沙发往往都是冲动买时易时爽，华而不实，很鸡肋，买到家里跟其他家居搭不到一块去，还非常占地方。网友反馈，网友娇娇呀，网上看到异形沙发很网红，就跟风了。结果到家之后，真的不适合小户型，又宽又胖，而且不是正版的，做工也很粗糙。网友花椒真的很挑户型，并且非常吃空间，占地方。听人劝吃饱饭，打算换直排的了。小东建议选择跟整体风格一致且舒服大气最为重要。当然，如果你特别个性，特别喜欢，请略过这条。7. 科技布沙发不要选，科技布沙发我特别不推荐买它的人。第一，预算有限，买不起皮的；第二，懒得打理，不想买布面的。但用过的人就知道它有多糟糕了。总结下来，科技布沙发坚固不耐脏，不易打理，变形、掉皮这些缺点于一身，它只会坑一批追求潮流的人，然后就会被时代淘汰掉，就好比曾经的曲面屏电视一样。网友反馈，网友呱呱呱呱呱呱，极度不耐脏，擦了还会有水印，这哪是买了个沙发，这是买了个小祖宗供着，妥妥大冤种，分分钟想扔了。网友是倩倩，说是好打理的卫生的科技布沙发，这才2个月就被家里的小神兽造成这样了。网友野蛮趋其病，啥科技布不科技布的，就是人造皮，换了个说法而已，用不了多久就掉渣了。小东建议，预算够买皮的，预算有限买不易。另外，说实话，咱们新家装修买沙发，可能一用就需要用它个7、8年，甚至更久。所以，沙发一定要选后期使用起来省心省力的，千万别图便宜，因小失大。结语，最后奉劝大家，买大件家具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就比如沙发，在生活中承担着很重要角色，不仅颜值要高，还要有足够的舒适性。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那么，作为食物储存和保鲜的电冰箱来说，它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所以说，冰箱选不好，不仅是多花冤枉钱，还会影响生活质量。因此，很多人在选购冰箱时也会格外重视。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市面上的冰箱，不管是品牌还是种类，以及价格方面，都让人眼花缭乱，难以选择。本期小东就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以我家换过3台冰箱的经历，给大家总结了选购冰箱的3买4不买原则，避免大家踩坑。1. 冰箱的4不买。1. 不买小容量的。选购冰箱时，大家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家选多大的合适。有些朋友会认为我家人口少，应该选个小容量的，尺寸小还不占地儿。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就拿我家来说，第一台冰箱就是一台3门的小容量冰箱，虽然平时家里就2口人，但也根本不够用。日常的水果、饮料、剩菜剩饭就把冰箱塞满了，赶上逢年过节想囤货的时候，就十分头疼，只能选择性的扔东西，不仅浪费，还很心疼。所以在此也奉劝大家，对于冰箱容量的选择，建议还是往大的买，更实用。特别是经历过疫情时期，显然400升以上的大容量冰箱更能满足家庭生活需求。2. 不买制冷冰箱。市面上的冰箱分为制冷和风冷2种类型，很多人购买冰箱时，往往会忽略掉冰箱的制冷方式，会盲目的认为冰箱只要能制冷就不影响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传统的制冷冰箱的制冷技术相对落后，与风冷冰箱相比，不仅在节能和制冷效果上存在很大差距，而且最明显的弊端是冰箱内会结冰霜，如果不定期清除，不但会让冰箱的耗电剧增，还会影响正常使用。换言之，制冷冰箱的性价比很低，实用性差，所以建议大家选择节能性更好、制冷更均衡、控温更精准的风冷冰箱。3. 不买高耗电的。就冰箱的能效等级来说，目前市场上的冰箱多数以1级或2级为主。大家都知道，1级能效的冰箱目前是最节能省电的，而2级能效冰箱日常耗电量与1级相差不大，但价格通常会便宜好几百，所以性价比会更高，更省钱。但是还是有部分人因为价格原因会选择高能耗冰箱，殊不知冰箱常年24小时运行，一直处于工作状态，高能耗的冰箱1年下来产生的电费会高得惊人。除此之外，高能耗冰箱之所以价格便宜，往往也是因为冰箱的重要部件压缩机质量不行，不仅使用寿命短，而且工作时还会产生很大噪音。4. 不买智能冰箱。你可能会问，现在不都说科技改变生活吗？为什么不建议买带智能功能的冰箱？在我看来，
冰箱这种刚需电器越是功能多，就会显得越鸡肋。就比如可以连接 WiFi 带显示屏的智能冰箱，又是能刷剧，又是能听歌。其实这些只是单纯为了吸引年轻消费者制造的噱头。等你真正买回家后，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附加功能1年都用不上一次。不仅如此，日常使用还会增加冰箱的耗电量。咱们要明白一个原则，冰箱的主要作用就是食物的保鲜和冷藏，实在没必要为了那些打着高科技口号的无用功能去买单。2. 冰箱的3买。1. 买双循环制冷的。上面也提到了，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冰箱大多数是风冷冰箱。风冷冰箱主要是依靠蒸发器和风机来控制冰箱内的温度，所以它的制冷效果也和它的循环系统息息相关。就比如常见的单循环系统风冷冰箱，它的冷藏区和冷冻区是共用一个蒸发器和风机，这就导致不同食材之间会出现相互串位的现象，还有制冷效率差、耗电高的毛病。而反观双循环系统的冰箱，它的冷藏区和冷冻区各有一套蒸发器和风机，也就代表着不同温区可以独立控制温度，不仅可以避免食物串位，而且控温更精准，制冷更均衡。与单循环系统相比，实用性更高。当然，技术上更为优秀的还有3循环系统冰箱，但一般多用于高端的进口品牌，价格比较昂贵，性价比不高。2. 买双变频技术的。买过空调的人都知道，目前市场上的定频空调已经被淘汰了，原因就是温差大、耗能高，还费电。其实冰箱和空调类似，定频冰箱也存在上述问题，所以淘汰也是迟早的事。因此建议大家首选搭载变频技术的冰箱，不仅能提高制冷效率，而且更加节能省电。但值得一提的是，风冷式冰箱主要靠压缩机和风机工作，所以咱们要选择双变频冰箱，也就是说它的压缩机和风机都是变频技术的，不然变频性能会大打折扣。3. 买十字门或多门款式。就目前风冷式冰箱而言，市面上销量卖的最好的基本上就是1字对开门、十字门、法式多门3种款式。其中1字对开门冰箱不仅容量大、颜值大气美观，而且价格还卖得便宜。为啥我不推荐呢？因为我家换的第2台冰箱就是这种双对开的冰箱，可以说使用体验感很差。别看1字门冰箱看着大，但实际上内部分区很少，只有冷藏和冷冻2个温区，而且单边宽度还很窄，能存放的食物十分有限。另外，它的制冷效率也低，因为你每次开门，冷藏区和冷冻区都会同时裸露在外，压缩机需要不停的工作才能达到原来的温度，所以也特别耗电。反观十字门和多门款式，在冷藏和冷冻区的基础上会增加变温空间，冰箱的分区多，就意味着能满足不同食材的存储需求。另外，它们内部空间在宽度设计上也更加合理，也能满足大块头食材的摆放和存储。虽然价格略贵，但更值得投入。3. 最后总结，结合上面说的，选购冰箱的3买4不买避坑点，再来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1. 买风冷冰箱，不买制冷冰箱。2. 买大容量，不买小容量。3. 买双变频、双制冷循环的，不买单变频、单循环的。4. 买十字门或法式多门款式，不买1字双开门。好了，以上就是关于选购冰箱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您在挑选冰箱时有所帮助。